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学习《地藏经》第13品。这一品的名字呢叫主类人天品。那这个主类是什么意思呢？主呢是我们中文的主妇的主，类呢是劳累的累啊。这里就是佛陀呢将这个人道、天道的众生呢托付给地藏王菩萨，就是您受累了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对，好，那我就直接讲了哈。尔时，也就是这时，释迦佛呀举起金色的手臂为地藏王菩萨摸顶，又嘱咐说：地藏王菩萨呀，你的神力不可思议，你的慈悲不可思议，你的智慧不可思议，你的辩才不可思议，让十方一切诸佛赞叹，宣讲你不可思议的事迹，千万劫也说不尽啊！千万劫就是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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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我们人类没那个时间的概念哈，太久了哈。地藏王菩萨，你要牢记我今天在忉利天宫当中，在这个无数无量的诸佛菩萨还有天龙八部参加大会之中呢，将一切人天，就是将人和天界的人还有一切未解脱的众生都托付给你，一定不要让这些众生堕入到恶道里去，哪怕是只有一天一夜，更何况是落入无间道和阿鼻地狱，那一去就是千万亿劫呀，永远无出头之日佛在嘱咐地藏王菩萨，就不要让众生跌落下去如果一旦跌下去的话，就是没有出头之日了，没有时间可以终止这个对一个众生来说太恐怖了，你一定要爱护他们地藏王菩萨，这些人世间的众生，他们的目标和品性是漂浮不定的，喜欢作恶的还是多数就是多数人喜欢做一些不好的事就特别有兴趣，特别有吸引力，特别乐意去配合即使呢有的发出了善心，却又迅速的退转了，善心发出了一丁点很快就退下去了，又变成一个普通人或者是贪嗔痴的坏人若遇到了恶的因缘，他们的恶念呢就会迅速的增长。奇怪吧？很容易学习和吸收这些不好的东西。正因为这个因缘，我分身成百千亿个化身了，按照众生的习性来度化他们。地藏王菩萨，我现在郑重殷切地把人界、天界的一切众生托付给你。未来世中，若有天人和人在佛法中做了很少的善事，哪怕只有一丝一毫，你都要以你的神通法力来保护这个人，使他在觉悟成佛的道路上继续修行，千万不要让他们有退转之心。还有地藏王菩萨，在未来世中，如果有天人或人由于过去造业的报应而要堕入到恶道之中，在他们将要堕入但还没有堕入的时候呢，这些众生若能亲自诵念一尊佛的名号、一尊菩萨的名号，或是大乘经典里的一句经、一句偈语，你都要用你的神力想方设法的去救度他们，在他们的面前化现无边身，将地狱打碎，让他们得以转生天界，享受美妙的快乐。这时释迦佛又说了偈语：现在未来天人众，吾今殷勤付诸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堕在诸恶趣。这时
地藏王菩萨跪立合掌，恭敬地对佛说：世尊，请您不要顾虑，未来世中如果有人在佛法中哪怕只有一念的恭敬心，我也会想尽办法，千方百计的去救度这个人，使他不堕恶道。更何况那些一听到有善事马上就去做的人，还精进修行，绝不懒惰的，自然会在修行成佛的路上永远不会退转的。这时在大会中有一位菩萨，名为虚空藏菩萨。这位菩萨恭敬地对佛说：世尊，我自从来到这忉利天大会上，一直听到世尊赞叹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在未来，如果有人和天龙八部等一切众生能听到这部经和地藏王菩萨的名号，或是瞻仰礼拜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可以得到多少种福德利益呢？恳请世尊为现在和未来的一切众生简单的讲一下吧。佛告诉虚空藏菩萨说：你认真的听，我现在就为你说一说。如果未来有人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听到这部经，乃至去诵读这部经，还用种种的香花饮食衣服珍宝去供养赞叹礼拜地藏王菩萨的话，就可以得到28种利益。第一种，得到天龙八部的护佑。天龙八部的护念所有的意念呢，都会在你的身上就是比较时时刻刻的护佑着你的意思第二，善根善果日日增长。第三，累积种种善根和修菩萨道的因缘。第四，永不退转觉悟之道。这4条非常重要第五，丰衣足食。不但我们觉悟顺心顺利还这个比较富贵我觉得如果我们人没有饭吃没有钱花的话呢，其实可能痛苦就开始来了你看佛他是那样真实的存在照顾我们。第六，不得种种疾病。第七，不会遇到水灾火灾。第八，不会遇到小偷强盗等恶事。第九，人人见了都会钦佩和尊敬。第十，能得到各种神鬼的保护和帮助。第11，女人在下一世可以转生为男人。第12，希望继续做女人的，可以在下一世做国王和大臣的女儿。第13，相貌端庄美好。第14，多转生到天道，就是多数情况下转生到天道成为天人，而不是在人间的人那是更快乐幸福。第15，或者转生为国王。第16，能得到宿命通，知道过去世的种种事情。第17，有求必应。第18，家庭和睦快乐。第19，所有横事恶事都消除了。20，过去的种种恶业除尽了。21，去到哪里都非常顺利。22，没有噩梦，睡得安稳。23，往生的祖先都能脱离三恶道。24，带着福报多次转生，享受安乐。25，得到圣人的称扬赞叹。26，智慧通达，耳聪目明。27，具有大慈悲心，怜悯一切受苦的众生。28，最终必定成佛。另外虚空藏菩萨，如果现在未来天龙鬼神等听到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或是听到这部经，能瞻仰、赞叹、礼拜的话，可以得到7种利益：一、能迅速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天国或者解脱；第二，过去的种种恶业都能消除；第三，得到诸佛的亲临护佑；第四，永不退转觉悟之道；第五，原有的智慧能力得到增长；第六，获得宿命神通，能知过去未来之事；第七，最终必定成佛。这时呢，从十方世界来的无数无量的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听到释迦佛称赞地藏王菩萨的种种大威神力和种种不可思议的功德之后，都发出赞叹了。这是前所未有的呀！在忉利天呐，满天的香花、美妙的天衣和珠宝璎珞从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这就是天人来恭喜赞叹的一个场景。欢喜供养释迦佛和地藏王菩萨，与会的一切大众再一次向佛陀和地藏王菩萨行礼、合掌、恭敬退去。整部《地藏经》到此圆满。师父好，那我们在一开始听到这一品的时候呢，就讲到说，世尊举起金色的手臂为地藏王菩萨摩顶哈。那也想问一下师父，那像释迦牟尼佛还有这些诸佛诸菩萨，他们的身体都是金色的吗？还为什么呢？我觉得它有很多个说法哈。所以这个古印度北部地区呢，这个人的皮肤呢，它可能比我们华人呢颜色呢要重一点，但是呢又不是很黑啊。那么在经文里之中呢，经常会描述这尊佛呀，那尊佛弟子也像有点类似于金色，比如它颜色重一些吧，就是你像紫金色。修行成佛成菩萨的人他的身体呢，就可能会因为大慈大悲而成为金色。在我自己修行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体会。这个不是自己所求，比如我自己观想自己是金色，不是这样的。就在修的过程之中呢，就是有时候自然的，因为在禅定或者念佛呀，或者持咒的时候，像我来说就觉得旁边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影子，一个轮廓。因为我在小时候做工呢，我的屋子是比较暗的，没有灯光这样又省油又省电但是呢也适合于修行就是觉得有一个轮廓的自己，就觉得有时候会觉得或是一种错觉，我也不在意，就是好的我也不追，不好的我也不怕要保持这样一个清净的心态在精进修行。那过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影子又出现了，就有一点点金色的感觉。我说怎么出现还有点金色的影子的感觉？所以不管他继续再修，修了一段时间，这个影子自己又出来，又出现这个五官，就觉得是自己的五官，但是不是那么清楚。再过了1个月之后，就好像五官完全是自己，而且比自己更好看更大气更圆满更好，就是到后来就确认就是属于自己的另外一个身。那么这个身你也可以叫做金身，也可以叫做法身。那这里呢，我觉得这个金色呢，应该主要还是指佛的这个法身状态。这个法身状态它就是金的。师父，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在经文当中，佛陀呢就是在嘱托他说一切诸佛菩萨、天龙八部、大会之中，在以人天助众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
父主于汝。请教师父，这个三界是指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后面还有提到在火宅中者，那么为什么要说这些众生都是在火宅中呢？祈请师父为我们再讲解一下。佛法呢，它把这个六道轮回以内，叫六道，我们也叫六道众生。人呢是一个不上不下的中间体，因为底下还有下三道，那上面呢还有天道，天道的下一道阿修罗啊。阿修罗大家还记得吗？有点妖，有点神，妖神之间的，比如说天人嘛，就是正式的上到天堂的生活的那样的一种高级生命啊。而且这个天人的境界和天的层次也不一样，他的寿命、他的生活习惯都不一样哈。但是所以再往下就是人道啊，大家知道哈。那人道再往下呢是畜生道。猪牛羊狗鸡鸭啊，这些都是畜生道哈。再接下来就是鬼道，鬼道再往下才是比较深的地狱道，受惩罚的啊。所以鬼道也正是我们所说的阴间啊。那死了之后没被判决你在阴间啊，就是另外一种世界，普通生命死亡之后的灵魂徘徊的那个世界。就是阴间也叫阴界啊。像地狱道的话，那就是被判刑，就是你有罪，尤其有重罪被受罚的啊。六道里头也分这个所谓的三界嘛啊，也叫三界六道的概念。那么最高的那个境界呢，叫无色界，就是它几乎没有形体的，没有物质的这个身体啊。所以它的应用，它的饮食，它有欲几乎很少啊，就是有欲望也很少，就淡到几乎没有啊。那么第二个就是色界，它是有人有色，有长命，又富贵，就是绝对的富贵，它比人间帝王还富贵啊。色界还有欲界，像刚才我们说的忉利天，它也是欲界天，它还是有欲望，但是并不代表有欲望就是最低级。但是和人相比的话，那它高多了就是我们说，你看这个天仙呐天女啊、天神呐，这些神灵都比人呢强大多了，对不对？所以无色界、色界和欲界在佛教统称为就是三界。记住这个三界呢和六道大约是一个意思。三界是层次上的划分，种类层次的划分；六道呢是笼统的指这个六层世界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就觉得这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多层的楼房，可地下室的呢，就是有阴间和地狱，就是它整个一个建筑结构一样，高和低的结构，那中间地面的这块就是到人了，对，人之上呢是住高层的是天人，到天了，对六道三界整个这一栋超级的大楼房。对，我们作恶多的、贪心重的，就会往下坠。这个呢，做功德多的、奉献多的，就往上升，住高层。佛陀的心有多大呢？他说：“我要解救六道众生。你比如说往上的阿修罗、天道、欲界、无色界那些都比人类本身高多了。有点我们很难比喻就有点像幼儿园大班的孩子5岁的孩子，就是好吧，我抽空给你们大学生，我抽空给你们讲学去告诉你们怎么样能考上博士那你听起来这个有点，就是说你是那么低境界，怎么教我那么高境界呢？所以释迦佛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我们又不能说他是个神但是超越了的生命，他知道人间显了一个人相而已所以他关注点在哪里呢？他不是来光教化人类的，他在借这个人的形体，他在说这些法
告诉大家出路，让众生离苦得乐的引路人。就是所谓的无色界、色界、欲界嘛，三界导师，就是说也叫人天之师。火宅呢，宅是居住的房子所以像我们家乡都说，你这个宅子不错呀，这是指说你这个房子，你的住房对，那火宅呢就是着火的房子，着火的住房。法华经之中就有一个火宅的比喻，它六道这一切众生都形同于生活在这个着着火的这个房子里头。他是这么看的，他的故事是这样说：有一位大长者，就是一位这个大绅士、大贵人一位长者这位长不光是年龄问题，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的人，对，又是有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成为长者。这位大长者呢，这个也是因为这个年龄，身体也比较差了但是拥有无量的财富有数不清的佣人所以他的这个家里这个大院子那非常大，他家盖的房子也非常大他的这个孩子也特别多。这个有一天呢，他家这个房子突然就起了大火了，就四面着火。长者没在房子里头就看见这个大房子着火了他的一群小孩子都在里头做游戏玩。这小孩们玩的时候皮得要命他就喊：“孩子们快出来吧，着火了，房子着火了。”孩子理都不理他，像听不见。这他玩的时候那个心呢，就是全在游戏上头。这怎么办呢？这个是我喊半天没用，因为一大群孩子，他捉也捉不过来。突然间有一个智慧的想法，孩子们不是贪玩吗？也喜欢一些类似于玩具和稀奇的宝贝的东西，就特别大声的给孩子们喊：“孩子们先听我讲这个爸爸给你们买了最漂亮、最新奇、最富贵、最好玩的大牛车、大鹿车、大洋车，可漂亮了快来坐车吧。”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其实孩子们对于这个交通工具其实还是挺痴迷的，尤其是在古印度说大白牛车更是罕见的，那是超级吉祥是吧？极为豪华。所以他一喊，孩子们说：“真的，真的，快来吧，快来上车吧。”这孩子们一窝蜂呜就跑出来了。然后孩子一跑出来之后，那个房子咵就塌掉了，就差这一步。佛陀就好比是这个故事当中的大长者一样，而我们呢，就好比是在火宅中的那些孩童。但是佛陀对我们的这种爱、这种关切是一模一样的心情。对，这个今天大家应该学到了，就是佛陀所要教化救度的是这个六道三界所以我们对于惊讶的说天神也要救也要救，因为他有欲就会有贪，就会有矛盾与争执，所以不能获得最终最高境界的那种正知正见。所以我记得呢，有一个我们中国有一个就像一个童话寓言那种故事当中呢，就是有一个富商，就是在外地经商中国古代他那个钱呢，一吊吊的是铜钱，铜钱只能买菜，你要买房呢就靠银子，知道吗？你这弄这一大串，像串萝卜干一样这一大串才能换一个银锭，一小方块银锭，知道吗？一大摞银锭才能换一个银元宝，是这样。这个富商呢，挣了很多银子回来那真沉了几百斤呢发达了，都是大袋子大箱子抬到船上，渡船了走到了这个大河的中央这个河很宽，
结果水流又急，船漏水了。他对面的朋友亲人就喊啊，因为那个船已经快失控了，再往下沉，就快往外扔那些银元宝啊，扔银子啊。这位商人怎么回答呢？就不，我不容易啊，是吧？我上有80老母，下有一群孩子，我穷怕了，我不能扔，死我都不扔。说你再不扔，你就会喂鱼了。说那我也不扔啊。其实说一个人哈，喜欢自己创造劳动所得，这个我们是理解的哈。所以比如说我有钱了，我不去乱花掉，这本身也是爱钱，对不对？这个不是过错。但是这个时候是在这个大河的中央啊，就是这个时候你要扔银子，它就不会沉那么快，就保命你能上来了。就是你要命还是要钱啊？所以这个人和钱很有情感，就是死我都不扔钱。那最后就跟钱同归于尽了。没错。所以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为什么用一个像一栋房子这样来描述这个三界六道呢？再往下的，就是越往下的那个众生呢，就是有罪恶众生，他在地狱之中，不是普通的死亡的那个阴间哈，甚至在无间地狱、阿鼻地狱啊，是死都不能出来的啊。他们呢，就是说，因为自己的私心太重，私心就是极度的贪心，私心越重啊，就伤害就越大，谁离他近谁遭殃。这种贪心大的众生呢，他做的事情呢，他的一生其实伤害很多人。那么伤的越多，他欠的这个债就多了呀，啊，所以自私心越大的伤害就越大。所以他欠的债多了，就形同于在他身上啊，抢的是钱财啊，金子吧，就一块金子绑在他的身上了。杀一个人算是10斤黄金。你想一想，这个杀2个人呢，20斤黄金。你们跑步试试看，绑在腿上20斤，你看能跑得动吗？因为我们的伤害不是一个单纯的这一生就做了一次伤害的事儿，不可能啊！你倒闲话，是不是？这也都是伤害，就各种各样的伤害，每一次一个伤害，就有一份重量绑在你的身上，想摘都摘不去，那就叫业啊！所以我们这样比较形象，一个大秤砣，那个中国的秤砣比较文明，是生铁铸造的。你想不用多了，100个秤砣，你想把你扔到海里头，你能浮起来吗？一定会垂到海底，对不对？你伤的越多，沉的就越重，坠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化解了那些伤害呢？你才能飘起来。大家知道这个概念了哈？其实这里头包括，刚才说杀人、骗人。很多把老人家养老命的那个钱给骗走了，棺材本骗走之后，这形同于杀人罪，所以有些老人就自杀。所以你看，这都是罪过，包括懒惰，你爹妈挣的钱，你就是说既不起床，也不干活，又不读书，也不去工作，非常懒惰，懒惰又是一份很大的一个罪恶呀。我为啥说罪恶？你在地球上光造肥料造了多少，吃了多少好吃的，还让这个家人痛苦呀？对，所以这都是罪过。说白活一生就是罪过，打入地狱。你白吃了多少东西，把那个重量全绑起来坠在你身上，变成那么多秤砣绑在你身上，下不下地狱？看看。所以很多这些行为哈，都是要下地狱的。它成为重量，因为都是为了自己所获得嘛，获得就绑在你身上呗。那返回来，那个善良的人
说一看，哇，这人这么穷，我帮他一下；这人好可怜，我帮他一下。我把我的钱买衣服买粮食为你，都为了他人的，这样就会把自己的原来的罪过就减轻了。你看，我欠别人比如说1斤粮食的这个罪过，但是我拿1斤粮食送给别人，很善心送给别人，帮助穷人的时候呢，你就获得了1万斤的升华。那个秤砣就解开了，而且它是回报是1比1万嘛，1比1万的，你欠1斤，获得了1万斤的升华的能量。为什么佛说，你看实在不行的话，你也没有捐房捐地建宅子，对不对？你哪怕诵念了1句菩萨名号，也都不会下地狱。所以呢，当我们去做一份善心的时候呢，我们的能量就是往上升了。这种能量就好比是一种的氢气球，你想上头像房屋那么大一个氢气球，能拉一辆卡车上天，拉你这个180斤的人怎么样呢？迅速的。你看，慈悲、善良、帮人，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都是为了别人，所以它就轻。所以经常佛教有一句非常好听的问候：祝您清安。清安就是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沉重，没有债务什么烦恼都没有，那叫清安自在所以像大自在观音像那样自在自在的不得了呀，就是叫清安。清安，因为没有业债累在自己的身上，没有那个负担的压力，所以叫清安所以这才是真正获能大自在他就解脱了从我们所有的就是贪欲而造成的这个因果造成的各种的自己的各种种种的烦恼痛苦中就解脱了，就升华了。所以这个升华你看和下到地狱其实是正好是相反的行为。一个是叫因为自私所以伤害，因为自私而要强行的索取，就已经形成了伤害。那个呢，就是说，就是同情怜悯的利他心凡是利他的就会升华，即使还了债，还让自己升华，你看这多好呀！好，那师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原文呢，释迦牟尼佛就是嘱咐就是说地藏王菩萨可千万别要让这些众生落入到地狱之中那想问的问题是，如果这些众生落入到地狱之中，还有没有机会自救呢？还有没有机会自己能够逃出这个地狱呢？还是一定要需要佛菩萨的这个外力来相救呢？有机会，机会呢，通常是呢，佛菩萨给你1年有1、2次机会，他用他的方法，用他的法力，慈悲法力来度化地狱之中有缘的众生。所以这个缘分就很难讲了说你曾经供过佛，这个时候佛当打开地狱之门的时候可能机会来了，那你呢要积极的往上走呀。说除了忏悔之外，说这一次行动的机会你也要去做。对，所以我那个在过去讲过一个那个地狱蜘蛛，讲过一个蜘蛛丝的故事对，师父有讲过，就是有一次佛陀在打坐的时候，手指上爬过来一只小蜘蛛，然后那个蜘蛛丝就垂下去，佛陀就知道了，这个蜘蛛丝原来是到地狱之中去救这些众生的。那佛陀就在那儿看这个蜘蛛丝那么细，可是在地狱之中掉下去的话，就像一个大缆绳一样的。结果地狱中的众生其实也都是恶魔了，关在那儿都是罪业深重的众生嘛，他们就争先恐后的拉着大缆绳往上爬，那么一大串拼命的往上爬。结果最上面的那个恶魔呢，一回头一看，哇，底下还跟着这么一大串，这根绳子怎么能拉得住这么多的恶魔呢？我为了爬出去，我得把他们踹下去呀！
他就拼命的用脚把别的那些恶魔就给踹开了。他就洋洋得意的以为自己能够越狱出来的时候，这根绳子断掉了，所有的恶魔就一起又落回到了地狱之中，继续受苦。佛陀在打坐，在看这个景象嘛，哎呀，佛陀心中真的是很怜悯呢，也是很叹息，他们失去这一次的机会，都掉下泪来，不知道要过多长时间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后来真的是又不知道过了多久，又有一个机缘，佛陀发慈悲之心，哎，又是这个蜘蛛丝又下来哈，去救度地狱中的这个恶魔众生。这一次呢，也是一大堆的那个恶魔就爬到大缆绳上要越狱出来。哎，这一次打头的那一个恶魔呢，他就没有去踹底下的那一些，而是说，哎呀，我们都一起出去吧。他心中有了这么一丝的善念，结果呢，这一大串全都被救出来了。那佛陀就看说，哎，为什么这个他没有去害别人，而能够带着一大群的恶魔解脱呢？就看了这个因缘。原来有一世，佛陀是一个商人，结果在赶路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群强盗哈，强盗就把这些商人就全都给抢劫了嘛，不光抢还要杀人，哎，就把所有的人都要杀人灭口。佛陀那一世他就是其中的一个商人，他已经被砍伤了，身受重伤，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了。那他的同伴呢，被砍死了，就压在他的身上。这一群强盗呢，他们要保证每个人都要死掉，杀人灭口嘛，所以就是不管是活的还是死，都要再捅上一刀。可是就是这一个恶魔，那一世他做强盗嘛，就走到佛陀前世的那个商人的身边，心生一丝的怜悯，可能比那个蜘蛛丝还要细的一丝怜悯心，说哎呀算了，管他是死是活，我就少让他挨这么一刀吧，就离开了。结果呢，佛陀前世这个商人呢，就侥幸活了一命。那么就是因为这么一点点，真叫一丝一毫的慈悲心，才有了他在地狱之中最后获得了救度。当蜘蛛丝下来救拔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机会，真的出来了。这是师父给我们讲过的一个故事。其实就是人在这个生为人哈，是在完全靠自己救度自己是不可能。他其实你在学佛，跟佛在学习，佛是引路人啊，解脱的引路人、指路人和帮助你的人啊。他给你这个方向和方法，你就要去做，而你就解脱。哎，就是这样。那你不去做，或者你还是和之前一样去做，你就会受罪。啊，苦还在前面等着你呢。对，那我这个在这方面的研究是有一些了哈。光说这个，我们看似佛在看到这个实相的时候，大家在这上头，在理解上来说，有时候会有疑惑啊。那我会举一些我们大家容易理解的事儿，它比如说这个环保和污染问题。你从这个世界。从创造机器以来，我们几乎所有的工厂都会有这种有毒的气体排出来，更不要提本身就是化工厂。所以在这个化工厂旁边居住的人，平均的这个健康程度都是比较差的。我们曾经帮过一个人，他就住在全国著名的化工企业的附近。他们全家有都在里头工作。从他妈生他从怀孕就很难，生出来身体就不好。那等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呢，到他生孩子，孩子生长就有畸形，并且好不容易怀着一胎之后再也怀不上，想怀都怀不了。孩子从身体的畸形到智力的那种状态都非常明显。但是他们那个工厂里头女人都是这样，后代都不行，这是污染嘛。但是后代都会这样子，那他们自己呢，身体受不受伤呢？你从怀孕本身是一个这么艰难，就说你的身体也是承担了很多化学的污染和毒害，对不对？那明明就不健康，那为什么还在那里
居住和工作呢？为啥？他有力逃走而不敢逃走，生怕失去了这个铁饭碗。我毕竟在这工作的话，一个月1-2千块钱，我还能养家糊口。如果再出去拼命去找工作或者创业，多么凶险和艰难呐！所以要图眼前利益，所以也不顾我将来生命安危，也不管下一代怎么样。我现在满足我的胃再说，先不要想后代的问题。结果他这个在这种化工企业的里头一直工作和一直居住在旁边的时候，深受其害，一害就3、4代，他只要不离开，还会下去。那么他的孩子受这个毒害，他的 DNA 之中已经发生了改变，对不对？他算这个发育不全的孩子，如果将来结婚呢，他们再去生宝宝的时候呢，他再生孩子，这个孩子也好不了。要想调整回健康的状态，还得10代以后，多艰难呢！还有今天所有的国家都想方设法开工厂，开工厂国家最多的国家，大家都知道这是污染的，那为什么开呢？现得眼前利益。你到一个国家开工厂，所有的那个政府就是说，一个是欢迎你来，第二个你能解决我多少工作岗位，你解决多少人来就业吧。你现在如果开一家公司，不管多污染，说你解决你2000就业，那各地政府高兴坏了。你看我当地的我的就业失业率1%，那多好啊，是吧？几乎人人都有工作，都想找这样的一个名分，对不对？这宁可污染，都看的是眼前的短期利益。但是大家有几个人能图长久利益的呢？也有的时候某种长久利益是我们一个个人完不成，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智慧可以看到长久利益。这就是之前我们在讲课之中经常说的这个君子和小人人的差别。小人呢，小人长戚戚，这个概念是什么意思呢？叫斤斤计较，鼠目寸光。一个是看的时间很短，今天你赞美一下，马上就是你是我好朋友。明明说你的牙齿上沾了个菜叶子不好看，所以今天你注意刷牙哈。你说哈，你侮辱我呀？他不知道自己牙上沾个菜叶子难看，你提醒他我就骂你，我一天都不高兴。他都不知道是好和坏，就只图眼前利益的就是小人，只图眼前利益的有时候就会伤人，图长久的共同好的长久的和更多人利益的这就是君子。所以希望说我们能够学习把这让自己能看得更长远，别图更多的贪欲性的个人的私欲私利不要去斤斤计较一定要看长远。无论企业经营还是处事为人还是去工作打工还是做某种产品的这个计划，还有年轻孩子在选择职业的时候，不要看说哇目前是什么什么最吃香我去干，别去这样做第一个符合你本在内心的那种感觉还有自己喜欢的行业，还有对大家都有好处的行业对大家带来正面利益的东西，而且是这样去选择这就算目光长远，你的人生还是平安吉祥，并且将来可能不下地狱，做得好还会升天。好，师父，那么接下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在原文里面呢，佛陀对地藏菩萨说，地球的众生智性无定，习恶者多，众发善心，须臾俱退。地球众生他怎么就是学恶就容易，学善难呐？所以也想请师父再为我们多讲一讲这方面。这是一个很重的一个问题，我回答的看从哪个层面去回答的。
你其实和很多人在坐在一起聊天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人还挺好的。但是呢，你什么时候才发现这个人不好呢？真正在一起打交道，比如说一起工作啊，还有一起合作的时候，因为就是当有了利益的问题的时候，当有利益的一个纷争问题的时候，才知道这个人的善恶。我为什么这么讲呢？它其实有很多层面可以描述刚才你所说的这件事。就为什么大家学善很难，学恶特别方便，还特别快啊？邪恶的东西它本身是有诱惑力的。你比如说赌博，我们看看我们的网友有没有爱赌博的呢？只要是有那个赌注的，就是赌博，赢的也很快乐，对不对？对，所以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其实叫投机心理。投机心，比如说你努力工作1个月，辛辛苦苦30天了，你赚到1000块钱。但是赌博呢，他发现，哎呦，我这1、2下就赚到了2000块钱，才花了10分钟哦，这多节约时间赚钱呢，对不对？就是这件事儿其实是最吸引人，人人都想试一试。那有一个东西把我给吸引住了，就过年的时候我们做游戏，就套瓶子、套圈，比如说里头有饮料，有你爱喝的，但是这个行为像不像赌博呢？其实很像，是不是啊？就有人摆好了地摊，对不对？比如说有什么可乐呀、啤酒啊、矿泉水呀，还有女生喜欢的小化妆品呐，是吧？反正男的女的都有各自喜欢的东西，儿童也喜欢的儿童玩具，你套吧。但是你买我这个圈的时候呢，有钱。有人买这个圈套这么一次才1毛钱，对不对？可是他一卖就是10个圈，就1块钱。但是这个东西呢，可能值10块钱，你看吸引你吧？它本身是有诱惑的。所以做这个生意的人呢，也算好这笔账了，做了很多试验，多数人都套不了，对不对？你花了10块钱几乎套不到，花100块钱才可能套到一次。但是这个事情呢，你也说直白它是恶吗？不直白。所以很多恶它是隐形和发展的。所以从出去套圈在香港人买那个赛马马票，买6合彩，什么4合彩，这各个国家这种彩都叫的名字不一样。像加拿大经常说，哇，有2个亿没人领走喽，就特别吸引人的。10几年前我去了美国那个赌场，我去体会那里的感觉。那个酒店修的那个好，拉斯维加斯啊，特别有名的赌场。它底下在赌场里头修的那个建筑格局比5星级酒店还加2星。那就是繁华的像皇宫一样，就是那种繁华的感觉。所以很多人旅游之后在那儿旅游就是上当了，是吧？买了一大堆不该买的，消费了很多不该消费的最后说赚钱不容易，就花钱的时候咋这么快呀？是吧？7天就把这2年的存款全部花光，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它特别诱惑人。那比如喝酒的时候明明酒不好喝，比如西方人喝葡萄酒，有的还是比较甜的，比较直白的是大家喜欢的口感，对不对？像中国的酒那么辣，你从不喝到最后劝酒喝，想方设法的喝像我们小时候很多大男人就说来喝口酒吧，就说不会喝，什么不会喝，倒进嘴里就是咽下去就要会喝。说太辣，哎呀，第1杯辣，其实第3杯是甜的，知道吗？小孩也不懂，那我喝到第3杯看甜不甜，就是3杯酒下肚就晕了，就是再喝第4杯都数不清了以后说谁说你不会喝酒，上次你还喝醉了，就以这个就为名誉，就是你是能喝酒的。还告诉你小男孩说作为大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如一条狗。哎呀，所以我不能不如狗
我得抽烟要喝酒呀，是吧？你看，它就其实各种环境都有各种激化的很多这样的一种环境对，这个负面的环境说，我吃苦了，我也跟你们一起拉下海了，一起吃苦。我上当了，是吧？我被毒化了，你们也别想好，就是这样。说我吸毒我看着你们不吸毒的，我就生气。所以想方设法让你也得吸毒，和我一样来感受这个痛苦。对，这个环境会使人变成这样。前一段时间我们讲过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是吧？她从乡下来她的朋友介绍嘛，打工。她这个一起打工的这个女朋友呢，带她去餐馆里吃饭，结果遇上一个帅哥，对她那么好，好得不得了，她觉得可找着亲哥哥了，怎么比我叔叔都好啊？结果是让他帮着贩毒。等他们这个真理原型暴露之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是替死鬼，最后给枪毙了，2年枪毙了。其实自己根本没挣钱，而且也跑不了，全叫人看着你呢，就让你做替死鬼，而且那毒都存在他那个住的那个宿舍里头，是吧？警察抓的时候说不是我的屋，是他的屋，他才是毒贩。真正的操纵他的人就是，关键你不是讲证据吗？没有证据在我屋里在他屋里所以一旦这个毒品被搜出来，就枪毙的是他。所以有很多时候，当完全讲法律证据的时候有一些超级黑社会老大，你没办法，因为他手里头你没有他犯罪证据，都是犯罪证据都是他马仔干的，就是这样。对，有些马仔是情愿，有很多马仔是被逼的。所以尤其那小姑娘被陷进去，不也是一个最初的温柔陷阱吗？也正好是那个时间点，她到城市来，两眼无亲没有朋友帮助。可是有她稍微信赖一点，在一起工作的女朋友，带她出去吃餐饭，还遇上那么好的一个哥哥，对她那么好，要啥给啥才上了这个当。她是叫做没见识上的当。还有很多是有一定的见识也上当。其实最重要上当的原因呢，多数人都是有那份贪念所造成的。所以我们有这种人类容易去学坏事的这个习性，这有人性的懦弱，还有人性的贪婪，人性的嫉妒还有呢人性的傲慢。这里面有很多种元素在里头，它不是一个单一性的元素。那下面呢，就是另外一个内容呢，这个时候就又出现了一位大菩萨，叫虚空藏菩萨。他站起来呢，向释迦牟尼佛来请法，就是说供养这个地藏王菩萨有什么样的利益福德。那虚空藏菩萨这个名字，我们可能有的人听过，有的人也没有听过，想请师父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大菩萨。好的，这个虚空藏菩萨呢，是大乘佛教8大菩萨之一，但是呢，因为这个经典传播的这个原因呢，这虚空藏菩萨这个名字传播的并不多。所以通常我们知道的，比如观世音菩萨是最响亮的，观音、文殊、大势至、地藏王、普贤、弥勒，接下来呢还有虚空藏，还有一位呢是除盖障菩萨，8大菩萨。那这个因为它对应的最后一位菩萨来问的时候，它都是有对应性的，所以这个时候对应的这个地藏或者是地狱的就是虚空。虚空其实这个虚空就像过去人说的大地和天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我所分析的了所以最后一位大菩萨呢是虚空藏越是虚空越是无量对，说这个虚空藏菩萨他有多大呢？他掌管着宇宙的日月星辰
风雨雷电啊，是管整个自然的秩序，所以呢，还把它称为大明星天王，不是今天的明星那个概念啊，天上明亮的星星啊，明星天王，他集这个智慧、财富，这是非常巨大，因为他拥有整个这个天呐，那他比这个地还大，大到无限倍，所以就是这个虚空藏菩萨就是不简单了哈，虚空都是他的，所以他有无数无量的能量。但是给他塑造这个形象的时候呢，对，他还是非常坚信佛法，对，就是头戴这个五佛冠啊，这个右手呢握着这个冒着火焰的宝剑，左手呢持着这个宝莲啊，宝莲上头呢有这个如意珠啊，满愿如意珠，对，能量是巨大的。大概对他的介绍就这么多。好，师父，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佛陀在讲我们供养地藏王菩萨形象啊，或者是读这个地藏经呢，人会有28种利益哈，其中有一条利益能够得宿命通。之前的话呢，我们学习当中其实都会觉得这个神通都应该是在很深的禅定的这样的一种境界里，通过刻苦的训练哈，或者修行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宿命通的结果。那也是想请问师父，这样的一个利益，我们就是通过做功德能够得到这样高的一种神通的境界呀？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啊，就是我们人类的智慧，就包括我的智慧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个人也比较倡导实修啊。宿命通，就光这个名字的本身的解释呢，就是知道你这个人的宿命，就是比如说你未来的命是什么样的，看你的人就知道，因为知道你的过去，所以就知道你的宿命就是你的未来，这个意思。宿命通的程度上还有个差别，也达到漏尽通的时候呢，就是你比如说前500世后500世都给你看透了啊，那更厉害就是。所以当有一定的就是预知能力，知道一个命运走向，这个在这个修行的神通之中还不是最大的，但是呢，我过去总以为这些神通是从人来说哈，有了这个神通是修出来的，但是我在经过了一定的年龄年代之后，就发现有些人他天生的，他天生就有。有的就从几岁之后发了次高烧就知道有了这个能力了，就是这个是他这一世的这个因缘。有前一世比如说做了某种好事和功德的，这一世他就有了这个宿命通的这种法力，这个是有可能的啊，并且每个国家每个区域都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也没有一种法门练，就好像他可能会看点啥，但又不是命相学，它就是一种直觉感应，它就知道你的命运，这个也类似于宿命的通达的这个感觉啊，所以这是天生的。那么这个天生，多数人说对什么都不知道，他天生就知道，这个就是他前世的功德呀，所以呢，我们当做功德去做供养，而没有做实修的本身，有可能获得了这个宿命通。我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佛教有个说法哈，叫做五眼六神通，就是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漏尽通，大概有这么几个通。通是指通达、了解、掌握的意思。所以宿命通懂得人的这个宿命因缘啊，他心通就你的想法我知道，神足通啊，就几乎像飞行一般啊，它不是靠脚走路的啊，像腾飞的。这个天眼通、天耳通的人挺多的，我所知道的。有很多人是闭着眼睛看世界，看你家里的状况啊、人事结构
甚至乃至到未来命运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法门之中，都有很多人具有了类似或接近的一些能力一些人是有的但只有更好好的练，就是当你的就是无欲无求又加要比较真实苦修的话呢，就是你这个能力会变得更强。当时你的贪心越重的时候，这个能力会变弱或者会消失完全为了财富利益来给人看东西的时候，你挣了这个钱会引来其他灾祸。我们帮人服务不要去为挣钱对，我们不要去引这个灾祸，我们乐意真正有一个菩萨心肠为众生服务。这个我们的未来要脱离这个火宅六道的火宅。我们不是追求的说我们将来肉体去世之后，未来往生到天界天堂不是这样。对，去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不在六道以内的，它是和整个宇宙共同的，是这样的，而且没有痛苦，没有死亡。对，是这样的大家听懂了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如果供养地藏王菩萨呀，那就是作为人那28种利益中有一个利益呢，叫做先王离苦，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也可以得到解脱。有一个网友他问的师父就是说，如果我们每一天都做供养的话，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累世的祖先，所有的祖先都能帮他们解脱？累世祖先，你的上代祖先有多少数不过来的咱们就按1000年算吧，好吧，20年一代祖宗，1000年50代就已经算出来了我觉得每天做功德是非常好的发心，但是不如说每天都会发出巨大的那种大慈悲心每天发出大慈悲心来，这个大字要涵盖了你所有的祖宗，所有的人类，还有所有的生命。像佛说的六道以内都是火宅。就我们以为是那神够大的了吧，4大天王也是在被度化的范围。在佛在看他来说，他就是火宅中的其中一个生命，无非活几千万年而已。他也有终止之时，终止之时还不知道到哪里呢，对不对？我给你指条明路吧，跟我走，就是这样。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是为自己的这个祖先超度，因为再长久我们都无法想象50代的祖先，当你有发出这样一个大慈悲心来，并且开始去做的时候，其实你的历代祖先就也许刹那间就升华了。所以它有它的叫不可思议的殊胜性。好，师父，那最后一品又讲到了我们来做这些大功德的利益，其中讲到做人有28种利益，做天人也能得到7大利益。怎么我们做人得的利益还更多有28种呢？是这么个算法吗？是因为人犯的事儿多那天上的越高的神，他犯的毛病越少而且天人他有一些福德就已经获得了，比如说衣食丰足对，无病无灾他早没有这些事儿对吧？出入平安保证出入平安。那天神来说不会撞车的所以只有人类在这个人类这个层面之中，才有人类的本有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个网友有一个相关的问题，他说：“请问师父，天人修行比人类修行会更快、更方便修成正果吗？”是这样，就是就像那首歌，人类每个人都有一颗异动的心，对不对？就随时咣当咣当都像那个钟表里头那个转盘一样哆嗦的晃荡的，每时每刻都能晃荡的，一直都晃到不会晃了就死了就挂了。那个天神类就没这么异动，是吧？人类这个1分钟跳个60-70下、70-80下，是吧？那这天神类呢，1年跳1下对吧？他没那么多起心动念。人就很怪，比如说有工作的时候嫌累，抱怨，
给我这么多活儿。一旦没有了工作，妈呀，天塌了，是不是啊？地裂了啊，地狱无门呐啊，看见恶鬼了，是吧？一闭眼睛恶鬼就来了，就是这样啊。哎，所以你是矛盾吧？做有工作和没工作，你说他有什么差别呀？心里头差别真不一样，但是都是处在惶惶痛苦之中，所以叫惶惶不安呢。因为心无定性，才惶惶不安的。而在那个天界的神灵不是这样子的呀。所以人对于普通凡人来说，细细追求的烦恼特别多。比如说你裤子穿得好好的，说故意非得剪2个窟窿。那过去我们的膝盖那儿经常干活，把它磨破了，磨破了之后拿块补丁补上它，对不对？现在没磨破，我要把它剪破了、蹭破了，用砂纸把它蹭破了，把膝盖露出来。人就是在无聊之中想方设法折磨自己。没钱了，希望穿个完整的衣服；有钱了之后，一定寻求破烂的状态。所以他怎么能保持一个清净安定的心呢？就是人类这个心太易动，就你有一个易感的心，就变成了易动的形。对，因为我们易感啊，容易发生各种各样的感觉，就是每一个时期每一个人所追求的感觉，真的很千奇百怪都有。比如说现在有人吸烟已经成为一支大军，但是现在确实很多人不吸烟了啊。正常喝酒，看自己文明的喝酒和不文明的喝酒都有，对不对？再接下来轻毒品、大毒品、重毒品、冰毒、海洛因都有，对不对？都是在想方设法的满足自己的心中的那个异动。这个我所总结的哈，你的心越异动，就证明你的心呢越不安。就年轻人易感我还可以理解哈，但有很多人到50岁还在易感，就傻了一辈子就是啊。所以说佛告诉大家获得28种，应该是82种才对的，或者是882种才是对的。人犯事的几率太高了，所以才有人要获得那么多的利益。到了天人越高境界，他就一个点就够了，就解脱就完了。我们这一品中啊，就是虚空藏菩萨他请法嘛，就是说不管是人还是天人啊，尤其是我们这些人类，见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或者听到地藏经去诵读，而且还用香花食物、美食，就各种的这个贡品去供养，心存恭敬，就得到这么多的利益嘛。师父也讲了很多。问题是呢，就是供养一次啊，做过一次这样的善事，难道就可以获得这么多的利益吗？还是要我们多做才能够更好的获得，甚至于把今天学到的地藏经就作为我们日常修行和生活的指导来这样去做呢？师父，其实宏观来说，就是经常做，其实是最扎实。佛门也讲究所谓见物顿悟哈。我觉得呢，其实一切都建立在一个慢慢觉悟的过程，是比较安全。暴起容易暴落，说这时候开悟了，明天进监狱了，这个也麻烦，是吧？所以这个，这种快速的一下子获得这个什么东西的时候啊，它容易出很多叫不适应。比如一个农民起义，突然间打进皇宫，说我就可以做皇帝了，你不出3月，他叫人干掉。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一个通过领导皇宫人士的这样的一种经验。你也没这种魄力，但是你也没这种狠劲儿，所以呢，在我们在做行善修行的这个过程之中哈，做功德，我觉得还是逐步提升就是最好啊。所以讲到日行一善，哪怕今天我善心的赞美了一个人，我善心的帮了一个人，我善心的没有把我们门前的蜘蛛打死，是吧？这都是行善。能够去所谓倡导日行一善的这样一种慈悲的这种长久的熏染，才让我们慈悲宽容
利他之心更加牢固，这个是比较稳妥的行为，所以要经常做。还有经常做的时候，也就把这个帮人、救人，还有慈悲心，成为你的人生习惯啊，这样就是好了。你不要说哇，今天我要捐款了哈，拿2块钱，大家记者赶快来拍照，做这种表演的，他太虚伪了啊！不但没有功德，甚至还引起罪过，知道吗？这个恶鬼会找他的，太虚假。在佛经里偶尔也会提到，像大乘佛教之中，尤其是这个《妙法莲华经》中讲到那个龙女献宝那个，她是在见佛之前就一直是一个慈悲善良的姑娘，她一直是在修行和乐意帮人的这个行为中，她一直在这么做。她只是见到佛之后，她那个欢喜和恭敬心升起了佛给她压缩了时空，即身成佛，是这个概念。其实她的功德已经也够了她献宝的行为的时候，只是说在修行之中也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有这个献宝行为，使她获得了圆满成就而并不能说她就是地狱使者，完了之后献了一个宝立刻成佛，不会这样子的她是也有一个基础的慈悲的基础。非常感受在讲解这个地藏经的期间呢，也让大家能够有机会迎请地藏王菩萨的唐卡能够供奉在家中，护佑家宅平安。那我们有一些网友也有一些就是关于供奉方面的问题，想更如法的来供奉。像我们有一些家中它那个房间也不会很大佛台那个空间也不是很大，因为已经迎请了供奉了其他的唐卡，对，那可能就是这幅唐卡在佛台前已经摆不下了。那网友问说，就挂在房间里或者是通道就是客厅这些位置是可以的吗？是可以的。你想就在地藏经之中，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到临终的时候，能想起地藏王菩萨的形象，或者是心中默念一尊佛的名号、佛菩萨名号，都能得解脱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恭敬供养之心。但是我家里这个佛菩萨像比较多呢，我可以挂在不是佛台的地方也是可以，但是自己认为它是干净高雅的地方，心存恭敬就可以了。是能在你的卧房里去能够悬挂的像有哪些呢？通常像坛城和没有佛菩萨脸的这样的像是可以，坛城类祝福的字都是可以。好，那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说网友也问说，家里有不同的唐卡，还有不同的这个佛菩萨的像那在每一尊像或者是每一幅唐卡前都要供香炉和上香来有贡品供养这些吗？我觉得不用，因为就是我们当今其实别说当今了，在古代也一样，穷人房子永远都是小的甚至穷人连供桌都买不起。但是我有缘能请到这些佛像就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所以我的供桌呢变成统一的一个供桌供的时候你的心都供到，心里头都默念到，这佛就收到。比如说你3尊佛菩萨像吧，3个供桌，一个标准的上头一层底下一层，再拉开那个面积好几平方米被占掉了，你们家就根本啥厅都没有了。这一下弄得家里太窄了。佛菩萨是理解的，你想比如说每尊佛像前供3炷香，你们家都熏坏了，你也别呼吸了，全是那个香烟味道，不管多好的香也是太浓了嘛。所以我就说这么多的佛像，我要3炷香就一共就3炷香对不对？要这样子才可以。如果你家只是有人住，尤其有老人，怕呼吸道被呛，对不对？你每天打开窗户的时候点1支香也可以，还要开着窗户，这个香气能早点透出去要不就打开抽风机，到冬天的时候对，把这个香烟尽量送出去，要不然会呛到老人熏到孩子，这本来是吉祥的事，别做的不吉祥就是凡是在家里供佛像、菩萨像的
我认为，如果你没有犯那个五无间大罪，比如说灭佛杀害父母或者伤害父母，出佛身血，污蔑你的师父等等的，还有直接绑票杀人没有犯这些大罪的这些菩提同修和我们的网友，你凡是供这些佛菩萨像的将来都不会堕到恶道，通常都会往生上道。上道是超越人类的这个道，就是天道以上，是这样的。当然这里头包含着是到极乐世界。但是我个人是希望凡是有真正的一份对佛菩萨的恭敬心，佛看到你的真诚，看到你还是个善良的人，有一个有善根的人，免去你所有的罪过将来都能够往生到东方琉璃净土或者西方极乐世界。能不能去那里，阿弥陀佛也会相信我所说的，因为阿弥陀佛给我受记，所以我说你能去你就能去你现在说收到你就能去，收到，对别去那么快慢慢的好好活着好好做事，对，真到该去那一天，我们就不会有恐惧的感觉佛菩萨会显他的真身来接你的对，你会觉得很吉祥很自在的凡是听我们这堂课的所有的朋友呢，都会因听这部经的功德，都会获得将来在人世间对，首先是如意吉祥，收到；没有横灾横事，收到；一切邪魔都会远离你，收到；你附近的地神鬼神都会护佑你，收到。还有呢，药师世界的这个大神护法也都会守护你，收到。如果你能够有真心去相信药师佛的话，就会得到药师佛12大将的守护，收到。佛相通所以我们讲到的地藏王菩萨，他和药师佛和释迦牟尼佛都是心心相通的所以只要我们有那份真心还有凡是做错事，还有很多乌七八糟的胡想乱想的梦想都能够清静下来我们就会在此世因为听到我讲这部经你的一切的所有的大罪都会被消除，得到今生和未来的如意吉祥，收到，所愿皆成，收到。好，那我们这部经的经文的解释呢，就到这里今天讲经的这个所产生的一切功德能量，回向给法界，回向给一切众生，愿天下太平，人人都能如愿，人人都能幸福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寻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
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滴，人生变得神